大家好，这里是雨晨北，欢迎收看本期视频。今天我们要测评的是来自红闪电工作室的第3款产品，大魔版本的超3贝吉塔头雕配件包。同时，这也是贝吉塔的成人版大魔超3首次呈现在可动人偶上。那这款配件包的实物表现到底如何？就让我们立刻开始今天的视频内容。包装方面，本次的盒子并没有使用之前的黑红配色，而是采用了黑金配色，连标志都变成金闪电了。打开彩盒，本次是2层吸塑，内容就是一个头雕、4张面雕、2个特效件以及瞬移手和发波手2对手型。面雕分别是斜视微笑脸、严肃脸、俯视脸和咬牙脸，整体风格还是和之前的月兔面雕相同，不过可能是为了贴合大魔的幼态造型，这次把瞳孔全都放大了一些。4张面雕里，个人认为俯视脸是最出彩的一张，而他家这种面雕风格评价就比较2极分化了。像我这种喜欢的，就几乎是月兔系列的每一张面雕我都很喜欢，而不喜欢这种风格的就会完全无感。而之前再版月兔头雕的发缝问题，本次配件包也有所改善，整体都变得贴合了许多。好，那么我们拿出 B015 素体，安装上头雕，来看一看本款的造型表现。这款头雕是只适配野兽神灵月兔素体的，装载万代或者其他素体的话，则需要更换连接杆。头雕整体依然是带有一个渐变涂装，这方面还是不错的，可以说是稳定发挥。整体的把持力度也很不错，即使这么长的头发也不会有支撑不住而后仰的情况出现。不过这次面雕上鬓角的颜色有点浅了，我认为应该加深并且偏向橙色一点，才会和发根的颜色更加贴合。头发部分呢，虽然侧边有几根发丝感觉不够锐利，但是整体形状从侧边看还是比较好看的。虽然这个形象确实有点像索尼克，不过那就是动画设计的问题了。相较于头发的侧面，从正面看就有点问题了。左右两侧底部的头发不够爆炸，如果低头幅度太大的话，会显得两边比较秃。如果这几根头发能向两边再支出来一部分的话，整体的观感应该会更好一些。而这个头雕给10寻贝吉塔素体效果也是不错的，虽然剧里没有这个造型，但我反而还感觉这么搭配要比普通战斗服更好看一些。那如果你手上有 B003， 也就是老版10寻超3的话，你也可以使用它附带的面雕，面雕接口都是通用的。而换上老版的小瞳孔面雕之后，整体的感觉就瞬间变得犀利了起来。那再把2个版本的超3放在一起对比一下，不知道大家会更喜欢哪种设计呢？然后来看本次附带的2款特效件，黄色特效件比较普通，就是一个简单的能量球，而紫色这个就比较惊艳了。首先就是尺寸要比我预想的大很多，整体渐变的颜色也非常漂亮，一圈尖刺的材质比较软，不会因为磕碰而损坏。把配件包附带的发波手型装在素体上，来看一下安装特效件的实际效果，直接把装位对准，然后插入即可安装，整体效果还是很霸气的。另外一个也是对准孔位直接安装，可以还原出发射气弹的场景，并且因为都是白色手套，贝吉特也可以使用本次的手型和特效件，效果甚至比给贝吉塔用还要好。这一下这特效件真成了配件包里的 MVP 了。而本次头部的可动也和之前的月兔头所差无几，低头幅度比较优秀，抬头则是非常夸张，当然掰到极限还是会有点穿帮。最后左右侧摆的幅度也非常不错。好，那么最后来总结一下，本次的配件包特效件表现非常不错，头雕则是因人而异，如果喜欢面雕的风格，也能接受大魔超3的设计的话，还是可以买一只来玩的。好，那么本期视频到这里就要结束了，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，可以在评论区友好交流。这里是雨晨北，我们下期不见不散。